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 Awesome 第一眼，我是阿茂。今天一如既往的，一年一度的给大家带来 Air Jordan 或者说 Jordan Brand 的 Game Shoe 正代 AJ36。那么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带大家看一看这双鞋子的实物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今年呢也不例外。这一次呢，其实我现在拿在手里最大的感觉就是这双鞋非常的轻。其实你说34代的时候，或者是35，它其实都不算特别重的鞋子，但这一次你是能直观的体验到拿在手里它是比上2代更轻的。OK， 那我们先把重量的事情放一放。那我觉得外观上来说，对于很多人，这双鞋子已经不是一个终于揭秘的这种感觉，而是它已经出现在赛场上和社交媒体上很久了。很多人对这个外观已经看了一阵子了，也有人会说，感觉跟34或者35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可能设计上稍微改，然后中间最核心的这个地方掏了个洞。那么我拿到鞋子之后，我也仔细看了一下，包括我看了一些设计的手稿，我才意识到这双鞋子虽然看起来是掏了个洞，然而逻辑上来说是有些不一样的，或者说很不一样。34代跟35代的中底的这个足弓的 Pebax 这个材料的结构都是这样的逻辑，它是有2块这样的掏空的这样的结构在鞋的足弓这个位置拼在一起，只不过它拼合的这个位置在鞋的最中间，可能大家是看不到的，所以无论从这边还是从这边，你都会觉得 OK， 它是掏了一个洞一样的感觉。但这一次不一样的是，虽然看起来还是掏了一个洞，但它由左右2块的这样的结构变成了上下2片，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看到的黑色的这块材料，材质没有变，形态可能有一些改变，但它变成了这样直接嵌在足弓上的这么一块 Pebax 的材料然后它又在下面外底这个位置，在外底橡胶的内侧又贴了一层白色的 Pebax 材料，同时也连接了前面跟后面。也就是说，它们有2片上下的材料分别延伸进入到了前掌跟后掌。那么关于为什么要这样改，我觉得我有几个猜想。第一个呢，我觉得是首先在设计上，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红色的这条线，如果你延伸向里面看，或者一直看到后跟，它是贯穿整个鞋子的鞋底，从里面绕进去再绕出来，后面也是一个独立的结构，连成了视觉上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状态。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还延续上一次的那个结构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的。其次，除了视觉以外，我觉得也有可能，因为我在穿35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双鞋子是一个非常好穿的实战鞋，但跟我一起在同个场地穿同一双鞋的朋友，他就觉得这个足弓的地方会有些卡脚，会有一些不适感。那网上也有很多人在质疑这件事情，所以35这双鞋子我觉得是非常挑人的，可能跟你的打法，可能跟你的体重都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也许他们修改了这个位置的结构，可能是因为会有一部分人穿着的时候有几率会有一些不适感或者异物感。那么第3点原因呢，就是这双鞋子的配置跟之前的2代鞋子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大家也会很好奇，那之前的34和35就有中底掏空结构的，可能因为中底的这个情况导致它只能做前后掌分离式的 Zoom Air 的这样的单元，但这一次他们用了一个全掌的，从这儿一直到这儿的全长的 Zoom Air Strobo 这样的一个单元，并且在前掌你们能看到的凸起的位置，他们在前掌又叠了一个额外的这样一个区域的 Zoom Air。也许也是因为调整了这个结构，才导致他们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配置改成这样子。那这双 Air Jordan 36，它也是历史上所有的正代鞋款当中，在鞋底覆盖 Zoom Air 这样一个面积或者占比最大的鞋款，没有之一。那无论怎么样，它并不是像大家看到那样，好像又是掏了一个洞，感觉跟上2代是一样的，逻辑上是有大不同的。OK， 那么一如既往，这双鞋子上有非常多的细节，我们现在就大家依次看一下。很显然，最重要一点，如之前的几代的那样子，每一双现在的30几代都会有一个对照的个位数代鞋款的这样的一个参照或者一些灵感来源。那么这双鞋子其实非常明显的，我觉得做的非常的写意。那对于 Air Jordan 6代来说，前面的这2块
对吧？前掌跟后掌外侧的这个颜色的部分其实是非常标志性的。那这一次他们把它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做了一个现代化的改版，然后呢是一个我个人，你可以说我过度解读或者是怎么样，但我个人非常坚信，或者说我就觉得这个是他有刻意而为之。就是如果你看 Tate 也是这次主设计师他的手稿的话，在这双鞋子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轮廓上来说，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它要隐藏一个23在上面。那前面呢这个红色很显然2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但你如果看手稿的话，其实它会用一个彩色的线勾勒出来了这2道红色的和这一道。那加上这一道的话，我愿意把它想象为它是这样一直延伸过来，连线到这儿，画出一个3，所以它是2跟3。我为什么这么坚信呢？是因为我觉得在6代上也有一个隐藏的在鞋面上的23，当然很多人可能会忽略的，没错，就是从你们的角度，它是一个反着的2在这里，和一个正着的3在这里。对，这个是设计师当年确认过的。而这一次，如果说他真的如我所说，如果他要把23融进去的话，那我觉得这双鞋子，如果你说它灵感来源于6代，我觉得做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他把这双鞋子的2个标志性的东西融在了这一个设计当中。这个位置你会看到它有一个无限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标志，那他们也称之为 Infinity。我认为它在设计这2道红色的结构的时候，它也有考虑到，它从上面看其实就像2个圈这样无限循环套在一起的这样一个 logo。为什么是无限循环呢？其实官方给了一些解释。Michael Jordan 本人其实对于很多无论是打篮球的还是不打篮球的各行各业的人都有非常大的影响，或者说精神上的意义。那其实举个例子，一些球员也许受到了 Michael Jordan 的影响，那他们今天也许也打出了自己的名堂，然后也在影响下一代的年轻人或者是下一代的球员，所以他们认为这样一轮又一轮的影响是会无限循环下去的，所以这是这个 Infinity 的 logo 的意义。OK， 我们回来说细节。那很明显的，鞋舌上有一个很标志性的，这个可以把鞋带藏在里面的，也是属于巧六的，这个是非常完全直接拿过来的这样一个设计了。然后在鞋后跟，那也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刚好这双巧六也是这个复古 logo 版本的，它在这个地方也加了一个这样一个 tag， 然后上面也是这个 logo。然后在后跟这个地方，他们做了一个上翘式的，然后有一个红色边缘的这样一个 TPU 的结构，是把前面整个的这个鞋带周围的这一圈一直连成了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结构。还有一些很小的细节，比如说鞋舌上的这个 Jordan 跟 Air 混杂在一起的这个 logo 出现在了36代的鞋舌内侧。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鞋底，鞋底是非常明显的，他们把这个歪歪扭扭的这个倾斜了一定角度的张曼 logo 也做了一个类似的设计放在了鞋底上，只是位置上略有变化。那既然看到了鞋底，在36代的鞋底，在这个新版的，根据 Tate 手稿它叫做 Eclipse Plate 3.0， 那在这个地方他们开了一个窗，这样你透过它能看到这个 plate 上面的结构和有一些图案。那开了这个窗的结构，它的轮廓你会觉得不是一个正方形，那它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6代鞋舌上的这2个洞的形状。那当然既然提到开窗了，下面的这个开窗你也可以看到全长的那个 Zoom Air Strobo 的开了一个窗上，你可以看到这个 Zoom Air 的起点。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关于36的设计，或者是说只针对这双鞋的一些全新的会出现的设计。比如说第一个刚才说的这个鞋舌上，那它延伸出了一块到鞋舌的顶端，做了一个这样的提环，上面呢是有一堆冲孔的，这些冲孔总共是36个，并且分成了30和6，而这个6也是2×3的形式来摆放的。然后在后跟的这个位置，那这个刚才提到的 tab 它其实左右各有车线把它缝在这上面，左边呢是2条车线，右边是3条车线，也是23的意思。那在鞋舌上有一个非常不明显的，尤其是这个 Brad 配色，我目前有一个解读是，你如果把它横过来这样看的话，它会是一个非常 graffiti 的这样的一个字体，一个这种涂鸦式的36的这样的一个图案。如果你把它竖过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字母的 M 跟字母的 J， 那它同时满足了横过来是36，竖过来是 MJ 的这样一个设计。那么同样的，这个横着是
36竖着是 MJ 的 logo， 也出现在了这个开窗里面，他们把它也做在了这个 plate 上面。那在后跟这个地方呢，这条红线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的线段。那这个标志呢，我们也求证了设计师。首先它是7条曲线结成了6个中间的空间，那这6个空间象征着 Michael Jordan 的6个总冠军。而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其实它来源于 Michael Jordan 的金项链。怎么样？是不是很直接了很多？毕竟这是一个参加扣篮大赛也要戴着金链子的人。还有一个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妙的设计，但也有可能是我的过度解读，就是在鞋帮这个位置最上面的一个穿鞋带的这个孔这个地方，他们做了一个75%的圆。对，我当时就在看这个，我就在想说，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它肯定有含义，不然它不会这样放置，并且 Tate 手稿也有特地把这个东西标注出来。然后我突然之间醒悟了，对，我的分析是，这个地方你从内侧看的话，它是一个这样的，这个很直观嘛，对吧？那它其实是一个数字3。如果我这样，你可能能更容易理解一点，只是它中间是个圆而已。但是呢，如果你看外侧的这个呢，它又变成一个这样的，那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6，所以一个3，一个6，分别在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我的个人解读很可能是过度解读。如果真的如我所说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太强了。那还有一些比较直给的，比如说这个开窗边上也有一串小字，什么 N236MJ， 我把它理解为 number 23，那236就是23跟36，然后 MJ 是 Michael Jordan， 然后还有一个是很不明显的，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的，就是在刚才我说这一条弧线围绕着整个这个鞋带的区域的这个地方，它上面是有一些点跟杠的。那很显然，这是一个摩斯电码的结构。然后我也仔细的去查了一下，分别是什么意思。里面有一些小小的困惑。其实这边很清楚 ，Michael Jordan 每一个组合都只带一个字母，你拼好它就是 Michael Jordan， 一直到这里结束。然后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2个点。这个地方会有一个3个点，那我认为这就是23的意思，这跟摩斯电码没什么太大关系。那在这个位置，它有一条竖线把2段 Morse code 分成了左右各2边，左边呢是63，右边是00。我目前认为63对于 Michael Jordan 来说有2个含义，一个是他出生的年份1963年，还有一个含义呢就是。Jordan 在86年有拿过一场季后赛的63分，那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但00是什么意思？难道说，1963年是一切的开始？这个从0开始，00。又或者说，1963，然后这边到00无限。纯属我的自个人解读。那这个问题具体是什么呢？只能真的等 Tate 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想的了。其实还有，就是困惑了我很久的，并且我至今没有解开的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就是在这双鞋子的鞋头，它会也有像密码一样的这样的凸点。那根据我们在33代上出现的那个电码的理解，我做了一些各种各样的推断。举个例子，我现在做了些什么，给大家一些思路啊。首先，我先看它有没有可能是个什么代码。有些人会说，是不是盲文，是不是摩斯电码？我可以告诉大家，不是。那既然都不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指代代码，它如果依然是一个代码的话，那它就不合理了。因为没有人能解得开，所谓的密码就是为了一定要有人能解开它才叫密码。根据33代这个中间这个就拉紧的那个结构的那个窗上面周围的这个密码上，当时我们的经验是，其实不一定凸出来的地方是它的图案，也有可能是阴刻跟阳刻的区别，就是没有图案的地方也可能是个图案。那我仔细的看了一下，我依然没看出来是什么。然后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应该竖过来看？依然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那再反过来竖过来也是不行。我后来又想到，有没有可能是这样拼在一起看，依然是不行。然后有没有可能是镜像看？我也打开了自己的这个自拍的摄像头，在这样看了好久，
也是看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就目前这个事情是难到我了，但我觉得如果谁把它解出来，一定会让 Tate 非常高兴。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吧，我觉得我提供了一些我的角度，大家可以再继续延续下去，然后继续去探索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很期待有谁解出来了，请在微博上或者任何你能找到我的地方找到我，来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对，如果谁能在我之前告诉我这个答案，并且你能证明这是你原创的，你有证据这是你第一个发现的，我送你一双 AJ36怎么样？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轻这件事情。那轻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他们改了一个鞋面，这个鞋面叫做 Lenovive， 它跟之前的鞋面都不太一样。那他们给出一个数据，就是它的这个36代的鞋面比34代，大家对34代的鞋面还有印象吗？就有点薄如蝉翼的那个鞋面，还记得吗？对，它比那个鞋面要轻33%，非常严谨的一个数据。所以它这个编织的手法呀，这个整个的逻辑啊，根据我们采访的这个专门负责 Vive 的、负责鞋面编织的 Jordan 的设计师，他说这个事情从他开始发现这个材料和这种编法到他这双鞋的上市，总共花了2年时间来开发这个鞋面。然后他说可以满足运动的强度，同时它可以给你一个最强的轻量化的体验。然后Jordan的官方视频里也有一个很直观，就他拿着这块材料，然后上面掉下一个保龄球，然后用这块材料的布把保龄球接住了。我不敢说它完全不会坏吧，但它的强度一定是在一定的水平之上的。整双鞋子的鞋面都非常透，你去看官图，他们都在透过这个鞋面在拍照，把后面的光透过来，或者是用一些影子，然后你能看到这就像一个足球网或者是一个什么网兜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材料。但它的强度确实不错，所以这双鞋子在配置上增加了，但是它在其他地方又尝试减重，最终达成现在手上的这样的一个重量，还是值得被尊敬的。Tate 有分享说，他当时去给 Michael Jordan 过这双鞋子，当然 Michael Jordan 要过每一双他自己的鞋子，然后他是把这个鞋子直接扔给他的。Michael 接到鞋子的时候，他的原话说 ：“Damn。”就是说 ，damn， 这也太轻了。我也说了这么多，这双鞋的售价是多少呢？1499，所以定价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而配置上现在又变成了全掌加前掌双层。我觉得这个鞋子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可以卖得很好了。所以至于买不买呢，就取决于大家自己，比如说你能不能你自己平时的使用场景是怎么样啊，然后你有没有必要买一双1499的鞋来打球啊之类的，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一下。当然配色上，我们今天拿到的其实是一个短期内还不会上市的，也是他们标准的我个人最喜欢的黑白红。我手边还有另外一个配色。那既然在盒子里，我们就顺便给大家看一下盒子。那盒子呢，这次有2个版本，我还是要提及一下的。很显然，一个银字，一个金字，对吧？能看出来吧？如果你看不出来的话，你看这边，你这个用手抠进去，然后拎这个鞋盒的这个结构，这个是金色的，这个是白色的。这个白色的鞋盒呢是这双鞋的，而金色的这双鞋盒里面放着什么呢？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鞋盒的结构，它是这边有魔术贴，3个点。我要是Jordan，我就把这个点去了，2、3，不香吗？它是一个这样开的盖子，然后魔术贴这边粘上，你把它撕开之后，对，我给大家准备的是，实话讲我也是第一次见，我之前看过照片，但没看过实物。番茄炒蛋国家队配色，郭艾伦 PE， 哇，这个鞋子的这个地方，这个 plate 是电镀的红色，还挺帅的。然后外底是水晶底的。那这个呢，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白色的是XDR 大底，也是耐磨橡胶的大底。鞋底纹路我其实没说啊，在这里再说一嘴吧，就是它就是人字纹。然后 Jordan Brand 的意思就是这是我们想要打造的这个地球上最强的实战鞋，所以他们不认为任何的纹路有比人字纹更好，所以他们一直在用这个人字纹。有一个想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双鞋子的鞋带儿，我刚才测试了一下，它的鞋带儿不是那种你看起来它是这种扁的鞋带嘛，但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扁的鞋带，它虽然扁，但它是2层的，然后中间很鼓，然后你是可以把它系得很紧的，并且这个鞋带里面砸了类似于 TPU 纱线的这样的材质，
所以我觉得这个鞋带设计的蛮好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在做一双为了打篮球而穿的鞋子，鞋带简直是太重要了。就是它能不能系得非常紧，让我有这种安全感。那其实这个鞋子最亮的亮点是盖住鞋带的这个盖子上面有一个郭艾伦的个人 logo， 非常的帅。那也就意味着还有一些，比如说东契奇啊、塔图姆啊，各种各样的每一个 Jordan Brand 签约的会代言这双鞋子的球员，都会在这个地方更换整双鞋的配色和在这个位置更换它的标志。然后，这个刚好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买到鞋子之后，你收到的时候，在这个翘起来的这个东西上会有一个这个海绵来保护。我们其实拿到鞋子真的就马上录视频了，所以也暂时没上脚，然后也没有什么脚感给大家体验的建议。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快的时间能给大家带来这个视频了。然后至于最后它的脚感怎么样，也许我之后会在微博上之类的地方去更新一下。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只能暂且的看一下外观和一些设计的点这样子。但就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个正代鞋子鞋楦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它是不太会偏码的，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尺码。OK，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 Air Jordan 36代的开箱的静态展示，希望给大家帮助，别忘了破解这个密码。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